一谈到对付中国这件事儿呢，日韩民众一致将枪口对内。继韩国之后，日本又做出了危险动作，岸田和尹锡悦必须收拾一个。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在美国强推大国对抗的战略背景之下，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呢，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来恶化。但问题是，美国及其盟友这种敌对的国家战略是否能够得到本国民众的拥护和认可呢？在我看来呢，是并不能的。一旦牵扯到敌对中国，或者是有可能招致中国重大反击的敌对行动，日韩民众的枪口大概是对内的。而尹锡悦强推萨德在韩部署一事，引发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当时众多的民众集结在总统府前进行抗议集会，而示威人群手中的标语直白地写着"不要萨德，不要战争"。而同样是部署导弹，近来日本国内也发生了相似的一幕。据日媒报道表示呢，岸田政府已经开始向最新开放的石原驻地运输导弹。而关键问题呢，是在石原驻地的位置上啊，其距离台湾岛只有约300公里。一旦部署导弹工作完成，石原驻地呢将成为日本自卫队离台湾最近的导弹部队。这可以视作岸田兑现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的政治狂言所做出的实质性动作，而这个动作有多危险，想必已经不用我们再多说。与此同时，石原驻地距离中日争议岛屿更近，而这既是岸田政府向中方红线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呢，也是用实际行动打响中日领土争端的第一枪。对于岸田政府此番危险的动作，日本民众率先站出来抗议。在自卫队运输导弹的过程当中，当地民众表示强烈抗议，并试图用人墙来阻挡运输导弹的车辆。显然，日本民众反对最直接的理由就是这一举动将石原岛成为了潜在的打击对象。当然，类似的现象在美方阵营当中并不是个例，可以这么打包票的说啊，对任何一国来说呢，强行的挑衅并置民众安危不顾的举动都是不得人心的。有句话说得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强调的就是民众对一个国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显然，岸田政府并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本国民众反对是一回事儿，岸田政府如此做，中国呢势必会有所回应。当前局势的恶化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边上的这个日韩已经暴露出了十分危险的意图。而过去我们可能还可以借口日韩不和来验证美日韩同盟没多大威慑力，但不久前尹锡悦冒着众怒去向日本妥协求和，已经说明了美日韩阵营为了遏制中国已经毫无底线和原则。既然如此，中国也没有什么好再客气。美国正在加速强化对华围堵网，趁着他们还没有完全收口，我国呢必须寻求主动破局。换句话说，岸田政府和尹锡悦政府，我们必须收拾一个，再让挑衅者继续嚣张下去，我们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